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中国的科技资助者担心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矽谷银行。外交政策，矽谷银行 SVB 的倒闭是美国历史上第2大银行倒闭。他警告中国的银行和政策制定者监管不力和缺乏风险管理的危险，特别是在他们采用 SVB 的风险债务融资模式来支援中小型科技公司的时候。这些贷款人可能会遭受与 SVB 相同的命运。SVB 建立在历史低利率之上，无法经受住通货膨胀和风险投资人恐慌的结合，从而引发银行挤兑。SVB 科技融资风险债务模式的成功令中国金融家羡慕不已，包括汉口银行在内的一些银行已采用它为湖北省光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旨在成为 SVB 的中国版本。SVB 业务的成功超越了矽谷的地理限制，它建立了广泛的人员和专业知识网络，通过其基金投资于领先的风险投资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摩拜等中国本土科技公司。习近平总统旨在通过支援中小型科技公司的发展，在与美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中改善技术，自力更生。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科技行业和经济复苏的雄心壮志要求低利率环境，这表明中国的科技雄心容易受到通胀的影响。中国已经启动了各种研发融资试点计划，探索使用 SVB 式银行和风险贷款来支援科技中小企业和高新区的发展。SVB 融资模式的本地实验为北京鼓励更广泛实施铺平了道路。2016年，中国银保监会、科技部、人民银行针对北京、武汉、上海、天津、西安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布了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实施科创企业头戴联动规划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刚刚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这对中国的乌克兰方针意味着什么？外交官，据中国外交部称，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进行了交谈。在被称为漫长而有意义的电话中，报告表明习近平可能会考虑在冲突中进行调解。这种情况凸显了中国的中立立场，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而是主张中国站在和平一边。据说习近平试图渲染中乌关系，宣称两国关系已达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准。然而，他确认继续与俄罗斯合作与愿意与乌克兰合作的微妙差异加剧了怀疑。韩国工业武装北约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外交官，波兰正在迅速将韩国先进的 K2 黑豹坦克纳入其部队，预计将部署1000多辆，使其坦克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最有能力的坦克部队，并引发了对俄罗斯安全的担忧，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坦克的供应速度使波兰能够加强其邻国乌克兰，使波兰能够腾出旧的 T72、PT91 和豹2坦克运往乌克兰。德国豹2或美国 M1 艾布拉姆斯等西方坦克的交付时间较长，与韩国快速交付大量坦克的能力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交付战略的转变对俄罗斯的安全及其在地面部队现代化投资减少的情况下的竞争能力产生了影响。为什么外国势力争先恐后地向非洲求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竞争加剧，美国优先考虑与非洲的关系。拜登政府为非洲提供新伙伴关系的努力，让54个国家在塑造全球挑战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由于非洲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这让人想起西方的政策，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到冷战对非民主政权的支援。美国知道非洲稀土关键矿物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激增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些矿物将成为下一代创新和绿色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也意识到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中最大的投票权，因此与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对于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目前，人们认为美国只对通过大规模二氧化碳生产计划，而不是绿色能源和民主改革来支援非洲感兴趣。非洲是一场争夺战，但与1885年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不同，欧洲列强为了扩张和剥削而瓜分了非洲大陆。今天的大国竞争更像是一种求爱。俄罗斯横冲直撞后，乌克兰开始重建。外交政策，乌克兰妇女柳德米拉·萨文科 Lyudmila Savenko 曾经从基辅附近村庄的最高点向军方报告敌人的动向。去年3月，当俄罗斯炮弹击中她的房子时，她失去了一切。
他的房子是被冲突破坏或摧毁的15万3000多座住宅楼之一，导弹制导的注销超过5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有1900多个城市和村庄需要重建。基辅经济学院估计，俄罗斯入侵的总成本约为1440亿美元。然而，世界银行、联合国和欧盟认为，重建将需要4000亿美元。乌克兰计划通过国家组织的本地和国际专案，以及吸引私人资本来资助重建。贝莱德同意帮助协调投资。乌克兰投资促进办公室 Ukraine Invest 已经有20个专案在运行，价值23亿美元，预计仅未来2年就有30亿至50亿美元的投资。美国需要以任何方式与北韩对话。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称，美国应该结束对朝鲜怀有敌意的政策，并寻求谈判和相互尊重。美国应该发起更多的公民社会和外交接触，包括建立联络处，并寻求谈论和平和和平宣言，而不是直接无核化。尽管美国和联合国实施了多轮制裁，朝鲜仍然致力于发展其核能力。据估计，到2027年，朝鲜可能会积累多达242枚核武器。秘鲁的正义对其政治构成威胁。外交政策。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美国引渡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表明秘鲁政党和政治家的萎靡不振程度，并补充说，该国能否承受持续的不稳定将决定他是否屈服于困扰邻国智利和巴西的相同问题，或者他是否会继续作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民主国家。托莱多在2017年被判处18个月的预防性拘留，但当该国最高法院判处他时，他已经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居住。除其他外，他被指控为高速公路专案收受贿赂。托莱多在被引渡之前，过去几年一直在美国进出监狱。几位秘鲁前总统也陷入了同样的丑闻，其中另一人被软禁，另一人因贿赂而受审，第三人在2019年远警到达逮捕他时自杀。谢谢收看评论简报。